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除夕那天，我跟老公女儿一起回她老家所在的县城过年。年夜饭开始前，婆婆把我拉到一边，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。这是我想不到的，因为婆婆素来不怎么喜欢我，别说给红包了，逢年过节的收了我给的钱，还少不得要在背后编排我两句。然而今天她却笑眯眯的：“兰兰，婆婆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她说的这件事就是她的小儿子，我的小叔子，谈了个女朋友，准备结婚了。但是女方要求男方家里有房，好端端的和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心里有些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刻她开口道：“当年妈手里的那点钱都给你和何年去买房了，现在你弟弟要结婚拿不出钱了，人家女方家里着急。我想着反正是一家人，要不然把你们的房子做小妍的婚房。”我差点因为我耳朵出了问题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新婚夫妇和我们住在一起算怎么回事？不合适，当然不合适。婆婆一副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的样子。我想着，你们一家先搬出去，给他们小两口先住几天，等怀孕了，何妍这个媳妇跑不掉了，你们再搬回来。人怎么可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里的怒火。妈，这种事是诈骗，我不会帮你们欺骗一个无辜的女人，这种缺德的事情我不做。说完，我转身想走，谁想到他却一把拉住我，开始声嘶力竭起来，动静闹大，把客厅里的亲戚惊动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着一脸关心的丈夫何年，我依然压不下怒火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不如自己问问妈。”婆婆声音大起来：“哎呀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，你直接说出来呀！我知道你这个当媳妇的对我有意见，别背地里说呀。我就是想着一家人，想让你帮帮你小叔子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当年你们结婚，何妍她是不是前后照料着？你们结婚买房，何妍也没少借钱给你们呢。”她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，一边抹起了眼泪，一副可怜的样子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亲戚见了，纷纷上前想把她扶起来。婆婆见有人帮她，更撒起泼来，哭着哭着，她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大骂我和何年不孝。当年买房骗走了她手头的积蓄，现在她没用就不听她的。当年你儿子可不是鞍前马后伺候我和何年结婚吗？我们的礼金他是一分钱没落下，全塞自己口袋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说过一句话吗？我顾不上何年的劝阻，一把推开丈夫，冲到他面前：“我们当初买房，你和何妍当年一共拿了6万不到，还给我们算利息。这么多年拿那一笔烂账和我们扯皮，我们这些年光是何年补贴他弟弟的，没有10万也有8万了。”我还要说下去，何年拉住了我。我注意到身后女儿还在张望，强压下火气，余光却又看到了旁边探头探脑的何妍。她今年20来岁，黑瘦黑瘦的，因为打架斗殴混社会，高中都没有读完，在家当个浑浑噩噩的无业游民。给他找了无数工作，他总能被开除，然后继续啃老。我冷笑道：“再怎么样也是个20几岁的男人，别遇到事情只会躲在自己妈后面，没用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我们家的房你想都别想。”年30的晚上，不顾劝阻，我拉着老公女儿去住了旅馆。在旅馆中，我压着火气向老公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老公叹息许久，没有说话，打开婆婆塞过来的红包，一叠折起的10元，还真是鼓鼓囊囊一大包。老公摸着我的背：“委屈你了，你再忍几天，我们回上海，明年不回来了。”
只要我们不松口，没人能把我们的房子拿走。我掐着何年腰上的肉，我可警告你，我是不会松口的。你也得管住你自己，别你妈一哭天抢地的，你就什么都忘了。你要敢拿我俩的房子去孝顺她，这婚我们立刻就离。何年抱着我连连保证，我这才在愤怒中逐渐睡去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更加恶心的事还在后面。第二天，春节，何年是个很传统的人，尽管前一天闹得不愉快，依然去了他妈家拜年。不过他还是很聪明的，把我和女儿留在了旅馆。过了几个小时，我接到了何年的电话：“佩兰，我妈家的门没开，家里没人。”何年的语气带着担忧，显然春节消失是很不正常的事。尽管非常生气，但是考虑到那是何年的家人，我立刻跟着他开始了寻找。各个亲戚打电话问遍，附近的邻居也问了。就在何年着急的要报警之时，婆婆终于出现了，拄着拐杖，气喘吁吁，显然刚刚从某地赶来。何年上去扶住婆婆：“妈，你去哪了？急死我了。”婆婆有些心虚的道：“出门去看看远方亲戚，刚回来。你们着急了吧？走走走，回家，我给你们下饺子。”婆婆仿佛忘记了昨天的不愉快，殷勤忙前忙后，还自动给我盛了饺子。何年挤眉弄眼地看着我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。你看，妈还是心疼我们的。我却很难这样乐观，四处看了看，我发现似乎少了什么。妈，何言人呢？婆婆赶紧道：“她出去了，出去了。”她的语气支支吾吾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。我还要再问，何年却道：“对了，妈，我昨天把钱包忘在你这里了，你看见没有？”婆婆摆摆手：“先吃饺子，先吃饺子，回头给你找。”我想起来女儿，站起来道：“圆圆还在旅馆。”何年，我回去看一下，你车钥匙给我，开车快一点。何年摸了一下口袋，钥匙在我钱包里，你让妈找一下。婆婆道：“我没看见，你们找去吧，我反正不知道，估计是你们昨天掉路上了，或者忘在旅馆了。”何年找了一圈，没看见何年的钱包，果断拿出手机，找不到了，报警吧，可能是被偷了。婆婆一听这话，有些着急：“报什么警啊？大过年的，再找找，可能就是丢在路上了。”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妈，何言去哪了？何年的钱包是不是他拿走了？里面有我们一家的所有钥匙证件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婆婆心虚地避开我的目光，又移向一边。小妍她朋友有点急事，所以借一下你们的车。她本来想和你们说的，我怕打扰你们睡觉，就没有打电话。我快步走到窗户边，果然何年的车已经没有了踪影。何年也急了：“妈，你怎么事先不说一声啊？”我坐回位置，声音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冷静：“他什么时候走的？”婆婆扭过头，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。我强行压抑的火气立刻上来了：“何年，报警，就说有人偷车偷钱，这种盗窃案最少判他个10年。”婆婆慌了：“何年，你弟弟马上回来了，不就是借个车？那可是你弟弟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手机。婆婆见了就想上来抢，我直接躲开她，打开家里的监控。我们远在上海的房子里面的监控是可以同步到我的手机的。果然，神秘失踪的小叔子何言出现了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心中最荒谬的一种猜测居然是真相。何年也愣住了：“妈，怎么回事？还不明显吗？我们不答应给房子，他们现在要生米煮成熟饭了。”何言没怎么来过我们的房子，但是婆婆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，房子的密码对他们而言不是难题。我气得牙痒痒，
从这里到上海开车要5、6个小时，何言已经到了，就说明他昨天晚上就动手了。他们这是早有预谋啊！更绝的是，他们把车开走，还把我们的证件带走了。没有了证件，又是大过年，都很难找到车，我们短时间也没办法回家，绝了！这俩人真是把事情做绝了。婆婆见势不妙，赶紧抹起眼泪来。何年，小妍她不像你，她打小不学好，也没什么本事，好不容易有个姑娘看得上她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你就帮帮她吧，算我这个当妈的求求你们呢。我一把拽开何年，我敬重你是长辈，你还有一点当妈的样子吗？何年有本事，有房子，那也是我们2个这么多年一点点奋斗出来的，凭什么要让给何言？他敢这样做，就别怪我们。何年，报警！婆婆顿时慌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家何言啊！何年，你就忍心为了他这个外人，让你弟弟坐牢？你忘了他是你弟弟了？他自作自受，关我们屁事！何年，报警！”婆婆突然大口呼吸起来，一副喘不过气的样子。何年原本还在拨弄手机的手立刻停了下来，上去查看着。糟了，我妈有心脏病。佩兰，这么多年夫妻，我自然看得出丈夫眼里的恳求，尽管气得牙根痒痒，但是人命关天，我也只能先打120，有轻微的心脏病发情况，目前来看没什么大碍，不要让他情绪激动，后续的治疗再观察吧。护士指了指病房，继续道：“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情绪激动以后难免的，家属也不要太害怕。”得知婆婆没事，何年的心终于落地，我也终于有机会开口：“你妈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们可以报警了吧？”何年叹口气：“佩兰，你也看到我妈的情况了，如果我弟真的坐牢了，我妈肯定活不了。而且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到那种地步。何年，你之前是怎么和我保证的？你不是说这次不心软了？”何年拉住我：“我肯定不会答应何言的要求，但我们一定有其他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。只要你不报警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”何年虽然是个温文尔雅的人，但是一旦决定了某件事情，就一定不会退让。我知道这是他的底线，真的什么都听我的。何年点点头：“真的，好吧。”这也算是达到目的了，并且我的报复手段和法律比起来，哪一个更恐怖，还不好说呢。有了何年的支持，我终于是不用再担心伤到丈夫。先打开了家里的智能开关，通过监控查看了一下此时家里的情况。何言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，吹着空调睡大觉。我心中冷笑：别人的房子，你住的还这么舒服吗？等着吧，我的报复才开始。我更换了家里的门锁密码，并且进行了反锁，这样他从里面也打不开门。然后我联系物业，直接停掉了家里的水电，并且告诉他们，我们家人要外出旅游，最近1个星期不会回家，房间里有任何动静都不要管。做完这些以后，我和何年回到旅馆，把手机关机扔到一边，点了桌饭菜，一家人一起美美的吃了一顿。期间，何年的手机响了无数次，都是那个已经失去联络的何言打来的。何年显然记得他给我的承诺，不予理会。到后来他也烦了，干脆也关了机。现在是过年期间，上海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，而我家在16楼，在这种天气里没有空调，无异于是把何言扔到一个冰窟窿里。到了下午，一阵紧促的拍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。透过猫眼，外面是穿着病号服的婆婆，只见她此时面红耳赤，气喘吁吁，显然是一路健步如飞从医院跑过来的，哪里还有一点病人的样子。
你这个死丫头啊你！”刚一开门，他就直直地冲着我扑过来。“你是要害死我儿子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”何年丝毫没有犹豫地挡在我面前，拦住他：“妈，妈，你干嘛呀？”婆婆涨红了脸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，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。“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哟，她害死你弟弟了呀！我可怜的儿子啊！”我冷笑道：“怎么了？我不就是改了一下我自己家的密码吗？我来老家过年，不得把家里的水电断了。我干什么了？多正常的事，我也没有逼谁入室行窃呀，我也没有拿刀指着谁，让他进我们家房间，被我关起来呀。你在这儿哭哭闹闹的，别人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呢。你……”婆婆眼见着说不过我，用手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立刻开始翻白眼，大口喘气。我已经看透了她这一套，立刻补刀：“何年，没看见你妈又要发心脏病了，还不赶紧找120？我们先把你妈送进病房救个4、5天，然后再来解决你弟弟的事。”这一句话堪比华佗在世，扁鹊重生。老婆子立刻气也不大喘了，脸也不红了，白眼都不翻了，死死地瞪着我。何年哭笑不得：“妈，你说你做的事叫什么事？”婆婆拉着何年的手：“何年，你看看你弟弟，上海那多冷啊，他又出不去，又没有空调，你老婆连水都不给他喝一口，这不是逼你弟弟去死吗？”我在旁边冷冷地补刀：“那我们也没办法呀，密码改了就只能改这一次，下次再改就要到1个月以后，水电要恢复就必须要到小区那里去登记。”这当然是信口说的，但是婆婆怎么会知道真假？当下一脸绝望。何年想说些什么，但是在我目光的监督下，她最终只是摸着母亲的手：“这样吧，妈，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把小妍带回来。我继续补刀，拜你弟弟所赐，临时身份证要3天才能下来，想回去3天后吧。”周佩兰婆婆眼睛都红了：“好了好了，妈，交给我吧。”何年叹口气：“我们找朋友送我们，这样快一点，大过年的，谁愿意呀？”我站在何年身后，继续刺激他：“人家不过年了，麻烦人家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还得还人情呢。钱包也被你们拿走了，哪来的钱请司机？”婆婆立刻跳了起来：“钱包在，钱包还在，我给你们拿来。”钱包的确还在，但是里面的钱和车钥匙都不翼而飞了，只有银行卡和我们的证件，这些何言拿了没用，所以留了下来。何年神色黯淡下来：“钱包在，婆婆却选择了欺骗她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不言而喻。”我拍了拍丈夫的肩膀，示意他还有我和女儿。寒风凛冽的天气，坐高铁回家，着实有些折磨。不过想到某个坐在我家瑟瑟发抖的家伙，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来。到了楼下，我让物业恢复供电，然后打开监控，查看了一下何言的状态。他现在没有空调，又没有食物和水，正抱着腿裹着被子缩在被窝里。此时距离我停掉水电已经过去了20多个小时，虽然这对于我来说远远不够，我巴不得让他在这里关个2、3天，彻底长长记性。20多个小时寒天冻地，再加上滴水未进，何言显然有些后遗症，哪怕开了空调，也是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。我站在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：“何言，你想生米煮成熟饭，我欢迎啊！我最喜欢胆子大的人。不过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摆弄手机，时不时换个密码，断一下水电。你想住进来，随便你呀，只要你做好时不时被锁进门里、断水断电的心理准备就好了。”何言哆嗦着，仍然不忘用怨恨的眼神对着我。我冷笑：这些年出来闯社会，
我什么样的狠人没见过？一个靠妈救济的啃老族，想威胁我。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一句古话叫做“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”。何言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，而我低估了这家伙的不要脸和卑劣。何言的到来，就像是一个急匆匆的小丑，从登台到谢幕都是昙花一现，拙劣的表演令人发笑。我们谁也没有把一个小丑放在心上，小小闹剧之后，依然是正常的生活。然而没多久，何言回来了，嚣张的微信通知，高调宣扬着：“我回来了。”我被这只蟑螂的存在膈应得有些反胃，随手就想删除他好友。然而接下来他却又发了一张照片，一张公园的照片。图片里，女儿的背影正坐在秋千上，尽管没有多余的字，但是隐含的深意令人不寒而栗。我立刻给带女儿外出的丈夫打了电话：“何年，圆圆呢？”电话那边，何年的声音有些莫名其妙：“你别着急，我们在公园呢，刚才圆圆进去玩了，我在门口等她。”我的情绪有些不受控制，快给我找到她！如果圆圆真的受到伤害，何言，我死也要让你偿命！就在我急得焦头烂额之际，丈夫已经把圆圆带了回来。圆圆没事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把手机递给他，你自己看。何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丈夫脸色微变。这样一想，我刚才的确遇见何言了，难道他在监视我们？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一响，打开微信，里面是老公牵着女儿进门的照片，女儿的后背还被人歪歪扭扭地画了一把匕首。老公，现在怎么办？女儿是我的命根子，我根本冷静不下来。何年拉着我的手，放心，他可能就是吓唬一下我们。可是我们都低估了何言的歹毒。何年只是在咖啡厅接了一个电话，转身，女儿就不见了。看着丈夫焦急自责的神色，我只能安慰他，毕竟有一个熟悉我们家的人时刻等着下手，这不能怨丈夫疏忽，我们只能焦急地四处找寻着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我们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圆圆被人送到了警察局。看到急匆匆赶到警察局的我们，何言脸上笑容满面：“嫂子，圆圆这么点大的年纪，你们可得小心看着呀。还好是遇到了我，要是不小心在哪个交通路口遇到人贩子怎么办？开过来一辆车怎么办？”我强忍着怒火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何言指着自己的裤兜：“嫂子，我大老远过来看你们，没钱了，旅馆住不下去了，正好小侄女没人照顾，我也能帮忙保护一下。毕竟你以后是要上班的，我哥也是要上班的，孩子上下学，总有一个人落单的时候。你说是不是？”明目张胆的威胁。可是我不能说什么，在警察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叔叔对于侄女的关心。没有人会相信，这些都是他安排的。何言是一个无赖、无耻之尤，他可以用各种下作的手段，而我不行。我有家，还有丈夫女儿，我不可能真的和他拼命。他显然就是吃准了这一点。何年拉住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我深吸一口气：“何年，我这个人你也清楚，我不是什么赶尽杀绝的人。但是你弟弟要是再拿我们女儿做文章，我也不是泥捏的。”何年叹息许久：“佩兰，要不然我们就让了吧，这只是短时间的退让，他们说会还。”我摸了摸丈夫的脸，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：“何年，我们让一次，就会让一辈子。我不会让我们家成为那个吸血虫的食槽，绝对不会。”丈夫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坚决，他握住我的手：“佩兰，你还有我和圆圆的支持，我们和你一起。”我忍不住笑了。何年虽然不激进，但是在担当方面，他不需任何男人，有他的支持，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。
何言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我家，我忍着怒火，心中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到计划完成，他将会永远在我的家人面前消失。何言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房子是不可能给你的，借用也不可能，但是我们可以借你一点钱，让你自己买房。何言瘫在桌子旁边，剔着牙，多少？我可先说好了，上海这种地方寸土寸金，你们要是给少了，我还是买不起。20万。何言随口吐出牙签，那还是算了，我觉得住在你们家舒服多了，其实也没必要找什么女朋友，你们养我就好了。我自己哥的家，我待着肯定比其他地方舒服。我忍着怒气，那你说要多少？何言伸出5个手指，50万，不能再少了。这倒让我有些意外，毕竟这里是上海，他说的50万根本不够做什么。不过这也让我舒了一口气，毕竟50万，我们还能拿得出来。我咬牙，好，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，我还有一笔资金没到账，到了就能借给你。何言点点桌子，1个星期，最多1个星期，要是我拿不到钱，你们就给我等着吧。他站起身，对了哥，我要出去吃个饭，给我点钱，2000差不多了。何年皱眉，我示意他先不要激怒这家伙。何年只得微信转给他。何言离开后，我拨通了叶秋水的电话。叶秋水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多年的好朋友，算得上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，让他执行我的计划，再好不过。3天后，我们等到了合适的时机。叶秋水穿上昂贵的衣服，带上名包名表，敲响了我家的门。何言打开门，看见门外的叶秋水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这是当然的，叶秋水的美貌在大学是很多人追捧的存在，何况她精心打扮了。对于何言来说，这样的大美女更是抵抗不住。叶秋水取下墨镜，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样子。周佩兰在吗？何言反应过来，不在。我哥我嫂子都出去了，这个时机当然是我们精心准备好的。叶秋水故意打量着他，你是？我叫何言，何年的弟弟。何言满脸谄媚的笑，您有什么事进来说，快请进，我给您倒杯水。不用了，我就是过来恭喜一下他们，既然你是他们的弟弟，就请你转告他们，他们那笔资金已经到这张卡里了。这一次分红一共50万，记得让他参加庆功会。说完，叶秋水丢下银行卡，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，转身要走。何言听到了50万，哪里耐得住性子，立刻拦住叶秋水：“姐姐，什么50万呢？你不说清楚，我可不敢随便转告。”叶秋水睥睨他一眼，嘲笑道：“投资这种事儿，说了你也不懂。”何言哪里肯罢休，追问不休。我见他已经上钩，赶紧在耳机里安排叶秋水放鱼饵。叶秋水接到指令，对何言放出诱饵：“你不会真觉得靠你哥哥嫂子那点死工资，能在上海买房吧？他们这些年能赚到钱，还不是靠我带着挖矿？比特币知道吗？我就是做这方面投资的。”何言一愣：“那不是骗人的吗？”叶秋水嗤笑：“呵，当然是骗人的。要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东西是金矿，我们还赚什么？就是要大家都以为这是个骗局，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才好从中间捞金。”何言此时已经动了心：“那我也想做这个，你不会骗我钱吧？”叶秋水不屑道：“别闹了，弟弟，我们的资金盘早满了，哪里还有外人进来投资的余地？钱这个东西，谁愿意跟别人分？你那几个钢锯，我们根本看不上。”叶秋水这话放出来，何言已经彻底觉得他不是骗子了。毕竟骗子怎么会把钱往外推？最终拗不过何言的纠缠，叶秋水勉为其难地加了何言微信。至此，
我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。回到家，我故意问起今天有没有人来找我。何言面不改色，今天有一个女的给咱家送了50万。我想着嫂子，你不是正好欠我50万吗？正好就给我得了。之前我们说好的是我借他50万，现在变成我欠他50万了。我强忍怒气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欠你的了。你什么时候滚出去？如果何言现在能见好就收滚出去，我就当出门被车撞了，治疗赔了一笔。何言把碗一推，剔着牙，摊手道：“还没完呢，嫂子，我今天去看了房子，上海房价是真的贵呀，动不动就是上千万起步，我这50万啥也不够啊。”果然，和我猜测的一样，这种人只会越要越多。我站起身，神色冰凉。我告诉你何言，我不是你妈，你别以为你能贪得无厌地吸我们的血。何言一听，冷笑着瘫在椅子上，一副扶不起的模样。随便你吧，反正我现在没钱没家，烂命一条，圆圆可漂亮可爱多了。我气结，你这个无赖！晚上，叶秋水给我发了他和何言的聊天记录。尽管手里已经有了一张50万的卡，何言依然不满足，死皮赖脸地求着叶秋水让他投资。叶秋水笑着道：“鱼儿上钩了。”我不以为意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何言不可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。按照原定计划，先给他点甜头尝尝。于是1天后，叶秋水终于拗不过何言的纠缠，答应给他投资一点试试水。何言还是很有戒心的，初始资金投资只出了1000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他要是真拿出个3万5万的，我们还真不好调动大额资金。叶秋水收了钱，过了2天，转手给了他2200。这次运气比较好，市场回报高，连本带利一共3000。按照规矩，你是用我的账户进行投资的，利润我要抽取40%。何言看着到手的钱，想到3倍的回报，眼睛都红了。那我要是多放点，我岂不是发了？叶秋水不屑道：“所有资本都是要成本的，还多放点？你能拿出多少？”何言犹豫了许久：“姐，我有钱，我妈那里还有一座老房子，不过暂时还在我妈名下。但是我妈说了，以后一定会给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”叶秋水故意试探道：“你妈的房子，你哥不得有一份，能全给你？”何言急了：“真的是我妈的，那里是拆迁房，拆迁款好几百万呢，就是还没到拆迁的时候，要不然我光拆迁款就足够了。”我和丈夫坐在另一边，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，心底慢慢凉透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和何年却完全不知道。果然，我们都是外人。叶秋水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，赶紧再接再厉打探着：“钱都给了你了，你哥不得疯了，不得找你妈？”何言不屑道：“那个孬种，我妈才不会给我哥呢。自从娶了那娘们，我妈就没看他顺眼过。等我拿了钱，直接搬出去买个大别墅。老子有钱，他们又找不到我，老子一个人快活。”想到之前，何言信誓旦旦自己能在上海买房，原来还有这一手，怪不得这样自信。那他这样着急要钱，看来是想在消失前好好敲诈我们一笔。我看着丈夫的眼眶逐渐红润，有心想降低音量。何年按住我的手：“佩兰，让我听完，让我死心。”我只好握住她的手，无声地给予支持。叶秋水继续下套：“你想投资也没问题，但是按照行规，我得抽成40%。”不过他还是不满足：“姐，这个利润也太高了吧？”叶秋水回道：“没办法，这行的规矩就是这样。你要是不想被人抽利润，就自己得有账户。”何言一听，立刻上了钩：“姐，
那这个开账户要多少钱？叶秋水不屑道：真敢痴心妄想！先不说你拿不出开户需要的200万，就算你拿出来，你也没有机会，名额早就满了。何言一听这话，哪里能善罢甘休，不停发各种肉麻的话。叶秋水见状，又抛出一个鱼饵：你哥和你嫂子不是有一个账户，你就用他们的号入盘就好了。他们是你哥哥嫂子，总不至于抽你的成。话题引导到这里，何言算是正式入了网，接下来就等着收网了。何言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，足够厚颜无耻，直接跑到我们面前，空口白牙的让我们把那个所谓的账户转让给他。何年气得原地打转，没想到他的弟弟这么没有下限。我按照计划，故意惊慌失措：你怎么会知道账户的事？何言一脸得意：你们想背着我赚钱，门都没有。反正那是我哥的账户，当然也应该有我一半。今天你们要么给我200万，要么把账户转给我。你们可还有女儿呢，替她想想吧。我和她扯皮，转让给你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也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，但是可以让给你，看你出多少。何言见我服软，得意的不行，把我给他的卡甩我脸上：那就50万，正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密码都没给我，就是不想给我这笔钱。厚颜无耻，不愧是他何言。不过越是这样无耻，我下手也就越没有负担。我拿回卡，卡里本来就是我应得的，除此之外，50万必须是现金。何言还要说话，我斩钉截铁道：不能少，否则我们不会答应。我们也不是泥捏的，大不了我们把房子卖了，带女儿回老家，大家谁都拿不到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与何言已经在僵持中了。不过我还有暗手。何言现在已经十分信任叶秋水，果断选择向他寻求帮助。叶秋水道：我手头的钱倒是可以借给你，但无凭无据的，你也没有个抵押，我凭什么借给你？这样吧，你不是还有一个拆迁房？见何言有些犹豫，叶秋水道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，投资越大，风险越大，但是收益也越大。现在行情看涨，你随便投下个几十万，都是几百万的利润。你拿老房子贷款100万，除了买账户的50万，还能投资50万。这种行情，不出2天就回本了。何言想到之前的3倍回报，50万在他脑子里已经变成了150万，又变成了450万。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何言，满脑子只想到买下账户，就有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。不用叶秋水多怂恿，他直接回老家，把婆婆的房子改到了自己名下，然后抵押给了叶秋水。当然不是真的借的叶秋水，我们贴心的为何言找到了一个高利贷借贷机构，换来的100万，50万转手就到了我手里，另外50万则是叶秋水的辛苦费。不出意料，对于这个小儿子，婆婆一直没什么底线。我猜测她可能是想着，就算房子没了，他们一样可以住在我家。可惜他们错了，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有着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他们2个人的接盘侠。交换了现金和所谓的账户，何年看着何言，给了弟弟最后一句忠告：希望你不要后悔。何言反而上手想摸我的脸，淫笑着：嫂子，你们现在哪还有多少钱？要不然你来伺候伺候我，我养你好了。何年把我挡身后，又被我拉开，我上前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叶秋水还给我带来一些意外消息，何言明显是做梦做大了，打上了叶秋水的主意，带着他出去喝酒。不过这个王八怎么可能知道，叶秋水可是千杯不醉的酒神。见何言人事不省，叶秋水直接指纹解锁何言手机，
然后把微信数据复制给了我。原来何言不是要借用我家的房子，而是真的要霸占。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女朋友，不过就他那个德行，怎么可能有女朋友？他微信里清清楚楚写着他和朋友的聊天记录。等我进去住一段时间，找人做了核年，反正他一个怂货，凭什么住那么大的房子？我妈说了，他的就是我的。叶秋水还查看了何言的搜索记录，这个恶毒的蠢货居然搜索过很多杀人与毁尸灭迹的办法。除了霸占我家的房子，除掉我的丈夫，何言还想对我下手。用他的原话是：周佩兰那女的，你是没见过，一看就会伺候男人，到时候请你们一起来玩玩。放心，她没了丈夫，一个女的跑不掉，玩一玩就丢，到时候正好把她扫地出门。倒是对着我的女儿，她难得的网开一面，那个小丫头看起来就挺嫩的，到时候兄弟们一起玩玩。小朋友可嫩了，跟着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映入眼帘。看到这种对话，何年和我心底的最后一丝怜悯也彻底消失。我看着叶秋水，动手吧。2天后，叶秋水给何言发消息，投资失败，币圈崩盘了，警察发现我们交易金融货币，现在在抓人，你也赶紧避避风头吧。这个账号是我们向特殊渠道借来的账号，一旦单方面拉黑，以何言的能力，根本找不到叶秋水。与此同时，我与丈夫也早卖掉了房子，换了联系方式，与他们断掉了联系。我们本来就想要换一个生活环境，正好摆脱这2个吸血鬼。何言彻底失去了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又害怕警察找上门，只能夹着尾巴回老家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真正可怕的地方还在后面。很快就有高利贷机构不断上门催收利息，他们可不是何年可以容忍何言的欠钱不还，3天2天上门打砸，拿棍子指着何言的鼻子大骂。很快，本来就瘦削的何言在这种折磨下更是食不下咽夜不能寐，婆婆也是天天以泪洗面，2人互相指责。过不了多久，高利贷的失去耐心，上门收房，何言与对方大打出手，失手之下居然捅伤了人。这下他彻底成了过街老鼠，当天就偷跑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只剩下一个无家可归的婆婆，虽然她不是一个尽责的婆婆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恶婆婆，但是她毕竟是个老人。何年给她在乡下找了一个养老院，每个月定期给她寄点钱，这就是尽了孝心了。但是当婆婆握住何年的手，求她把她接回家赡养，我们都只能表示爱莫能助，毕竟我们曾经给过他晚辈对于长辈的关怀，但是他从来不曾回应过一丝丝的关心，这是他应得的结果。只要他在接下来特日子里不再作妖，我们一定会让他在养老院有一个安定的晚年。但是要是他再打什么歪主意，我也不会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。请听下一个故事。小叔子高考考了603分。婆婆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，她不仅给小叔子买了一身名牌，还订了5星级酒店，大办升学宴。只是饭吃到一半时，我接了个电话，却让婆婆慌了。我叫黎念念，今年30岁，我和黄丽琳的相识要追溯到6年前，她比我大3岁，我俩是相亲认识的。那时候黄丽琳偏瘦，留着3寸的头发，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这样的造型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所以我没瞧上黄丽琳。虽然彼此留了联系方式，也是准备让她在我的通讯录躺尸的。黄丽琳好像很喜欢我，自从相亲后，每次我下班，她都会来接我。我委婉地拒绝过，可她还是雷打不动地来接我，甚至带来了她的神助攻。
12岁的黄晨林，黄晨林是黄丽琳的亲弟弟，比他小15岁，是他家的老来子。12岁的孩子正是顽皮的时候，可黄晨林却莫名的懂事。他总是跟我说：“念念姐，你就做我嫂子吧，我哥可喜欢你了，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”回到家他就会钻进厨房研究。昨天他做糖醋里脊的时候，差点把厨房炸了。放暑假时，他还会借着向我请教问题的由头，把我约到必胜客、咖啡厅等地方，然后他在一旁大吃特吃。我和黄丽琳四目相对，慢慢的，我对黄丽琳似乎不那么讨厌了，甚至看着看着还顺眼了。就这样，我和黄丽琳在一起了。对于这门婚事，爸妈是满意的，因为黄丽行是体制内的，我又是老师，公婆年轻，家里还有一个海鲜店铺。他们家虽然是哥俩，公婆也早早为兄弟俩准备好了婚房，而且黄晨林成绩也好，将来的发展肯定是不错的。婚后，我和黄丽琳关起门来过起了小日子。她对我真是好的没得说，家务不让我做，每天都会给我准备好早饭。我下班时也能吃上热乎的饭菜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我和她的收入太低了。有时候遇到2份结婚的，再和朋友们聚个餐，我俩的口袋就会空空。我听说补习班的老师超赚的。可学校有规定，老师不能去补习班，也不能私下里给学生补课赚取生活费。于是我有了辞职的想法。恰好这时闺蜜从魔都回来，读书时她就站在时尚的前沿。在魔都沉浸了3年后，她嗅到了短视频的风头，于是她决定回老家开个工作室。组建人马时，他缺个编剧，想到我是语文老师，就立刻拉我入伙。我考虑了2天，觉得这个事情可行。把这个念头告诉黄丽琳时，她沉默了几秒，表示：“念念，不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”爸妈却是坚决反对，还举出外边公司竞争的激烈，就是研究生也会被淘汰。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堂姐。他研究生毕业后入职了跨国公司，工资高。工作不久后，他就在魔都买车买房了。一时间，堂姐成为了亲戚们眼中的香饽饽。当然，她也是我偶像。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堂姐最终因为业绩一般被裁掉了。刚失业时，她投了很多简历出去，都石沉大海了。后来他决定考公务员，可连考了2年都失败了。现在已经35岁了，彻底没有机会了。其实堂姐是有机会晋升的，奈何在关键时期她怀孕了，耽误了升职。休完产假回公司，还要和一群小她好几岁的孩子争饭吃。那时候堂姐晚上要哺乳孩子，白天要上班，精力不够，才会被淘汰的。可人们只看结果。从那以后，堂姐跌落神坛，成了人们口中的读书多有什么用，工资高有什么用，还不是要回家生孩子做黄脸婆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也想学堂姐去魔都发展的。爸妈见她被公司裁员，每天围着孩子的屎尿屁，他们就强烈建议我考公务员。我觉得体制内虽然稳定，人际关系也复杂，综合决定，我考了教师。教师在很多人眼里是特权人群吧，享受着寒暑假，还能指挥着一群听话的学生。可我的寒暑假，就是陪着小叔子黄晨林沉浸在 ABC 和物理化中。奈何我是文科生啊，读书时就对物理化不开窍。每次给小叔子讲错题时，婆婆就会内涵我：现在的学校真是什么人都敢收啊，这点题都不会，还为人师表呢。可她忘了，我教的是语文啊。想到婆婆的奚落，即使有堂姐的例子在前，
我还是辞职了。闺蜜的工作室刚成立时，我和闺蜜几乎吃住在公司。我们的短视频上线后，接连爆火，我也赚得盆满钵满。有钱后，我带着婆家人、娘家人旅游，给他们买各种东西。可能就是这个时候，我把婆婆的胃口养大了。她总是说，咱们家晨晨有个好嫂子，将来娶媳妇可都得靠着你嫂子了。而且我每次去婆家，她不是腰酸就是背疼，我担心她身体真的出问题，每年还给她和公公安排最全面的体检。婆婆还是不满意，逢人就说还是我儿子有本事，是铁饭碗，能给念念兜底，不然念念怎么能安心创业呢？现在的人又不是傻子，对婆婆的茶言茶语都嗤之以鼻。幸好黄丽琳是站在我这边的，每次我们回婆家，她都会劝婆婆：妈，我们家的钱都是念念赚的，你儿子就是吃软饭的，你可别去外边说我有本事了。每次婆婆的脸都憋成猪肝色。其实黄丽琳不是吃软饭的，她在为我们的小家付出。女儿出生后，我们俩也兵荒马乱过一段时间。公婆顾店忙，我爸妈还没有退休，她还有了一个提拔的机会。考虑到我在外边拼事业，她只能为我们的小家牺牲。于是她毅然放弃了提拔的体会，继续做小职员。婆婆知道后，立刻崩溃了。在婆婆哭天抢地的哀嚎中，我才听明白事情的原委。原来婆婆一早就给黄丽琳算过，她是文曲星转世，是我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天天抛头露面，耽误了黄丽琳做大官的机会。对于婆婆的无理取闹，我是真的很无语。我俩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，断了给她的每个月5000生活费，她才算消停一些。她给我妈打电话，意思是自己错了，可她是长辈，不好意思跟我道歉，想让我妈来做说客，让继续给她生活费。我还在考虑时，黄立行替我拒绝了。他还对我说：“你是赚钱了，可多有辛苦，只有我知道。当初你提出给我妈生活费时，我就不太同意。她刚刚50出头，有手有脚，店里的生意也红火，现在给生活费太早。”黄丽琳还表示，婆婆那边她会去做思想工作。后来婆婆真的没有再来要钱，我也反思了自己，不能总头脑一热就用脚趾头做决定。不久前，小叔子高考考了603分，读重点大学是妥了。婆婆高兴的要大宴宾客，还发微信给我说：“念念，你弟弟考得这么好，将来出息了，你和丽琳也能借光，这酒店啊，得你定。”我本想拒绝，可我妈却说：“你小叔子考高分是好事，你和你婆婆前段时间闹得太僵了，这次是缓和关系的一次机会，这钱你就出了吧。”黄立行也觉得我们俩可以出订饭店的钱，于是我拿了1万块订了当地一家酒店。升学宴当天摆了10桌，按照婆婆要求，一桌是5000元的标准，10桌就是5万元。升学宴场面气派，公婆都很高兴。可婆婆却趁着没人的时候，示意我去结账。我笑着说：“妈，这还没开始吃饭呢，就结账，万一一会加东西了，都不好让饭店打折。”然后我乐呵呵地在主桌上坐下，开始吃饭。吃到一半时，我接了个电话，公司有急事要回去开会。可我刚刚离开，婆婆就带电话过来，让我把饭钱转给她。我真是无语了，就把手机静音，和闺蜜去逛街了。晚上我回家的时候，黄丽琳和黄晨林哥俩都在。看我回来，黄丽琳一边帮我拿包，一边跟我说：“逛得开心吗？赶紧吃饭。”在饭桌上，黄晨林跟我说：“嫂子，你别生咱妈的气，
他就是爱算计。这次我哥老厉害了，直接回对咱妈长嫂如母，那是亲妈没了。妈，我也不想说你，你和爸每年赚的钱也不少，为啥老算计念念？难道在你心里，儿媳妇就是外人？那我告诉你，她是我媳妇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，亲妈也不行。说完这些，小叔子还补充道：“我也要像哥哥一样，将来护着自己的媳妇。”我捂嘴笑了。是呀，黄家的人都疼媳妇，公公对婆婆也是好得不得了，所以她那些小毛病，公公也都宠着护着。一直以来，公公以为我给婆婆花钱是我们愿意的呢，哪曾想我是被婆婆算计了。公公觉得婆婆做得过分了，也生气了，让婆婆不要再掺和我们小两口的生活了。而且我作为嫂子还出了1万的定金钱，已经难得了。其实婆婆提出让我出饭店定金时，黄丽琳让我出饭钱的时候，她就跟我说，咱们是哥嫂，饭店的定金就当作给晨晨的升学礼物。然后她还说已经想好了办法，让婆婆交尾款。姐妹们，我以我的切身经历想告诉大家，嫁给什么样的老公很重要。如果老公是妈宝男或者三观不正，女人再有本事也会过得鸡飞狗跳。如今我看着依旧是偏瘦，3寸的头发，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黄丽琳，却觉得她帅得不得了，男人味爆棚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